嗨，大家好。刚刚呢，我就是从这座四桥水道上的四桥三桥上，背着我的折叠小车下到了这条河畔的小路上啊。这条路呢叫沙地路啊，我的右手边呢就是西环路，往前走呢就是鱼山西路啊。现在呢，我要准备在这条沙地路边上的榕树的树荫下，沿着这条四桥河道啊向前骑行。今天呢，我基本上都是沿着河道啊。一开始呢是丹山河畔的绿道，这边呢习惯于叫碧道啊，上骑行到了四桥。现在呢，我上了四桥三桥之后啊，推车下来啊，沿着四桥水道旁边的碧道呢，继续骑行一段。面对着开阔的河流啊，又是在树荫底下骑行啊，心情非常放松，骑起来非常轻快啊，有一种休闲漫步的感觉啊。前几个月呢，一直在上海骑行啊，基本上把我能够骑的地方呢，都去转了个遍。回到这边以后啊，正逢盛夏，同样呢，也有很多的河道啊、水边的风景啊，但是这边的植物呢，明显跟我在江南看到的有所不同。那边呢，主要是以那些杨柳树为主啊，在河边迎风摇曳啊，非常具有江南的韵味。南国的榕树啊，虽然没有杨柳树那种迎风飘逸的姿态啊，但是呢，它也垂下很多的气根，也有点像柳枝一样，在风中摇动，而且总让人感觉呢，它有一种向着大地的力量啊，最后呢，形成一片树林啊。因为我们在广东的新会那边有一个小鸟天堂，其实是一个小岛。据说呢，那小岛上的一片森林啊，就是有一棵榕树啊，通过它的气根扎入土地，不断的变成枝干，最终呢形成一整片的树林。这就是广东南国岭南地区接地气的顽强的生命力。想要扎根大地，
这里呢好像是一个人工湖啊，以前曾经也来过这边，但今天呢我就只是路过一下啊。看来呢，天气预报啊，还是不能完全信用。原本说的到下午呢，一直是阴天啊，但事实上呢，现在已经是阳光普照啊，云开日出了。这边呢就是莲湖生态公园，就刚刚那个人工湖畔啊，已经开辟成了一个大公园了。看到河的对岸呢，还是有不少的龙舟啊停在河边。毕竟过了端午节还不是很长时间。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呢，比赛完的龙舟啊都要沉到水底，等到第二年呢打捞上来，清洗干净以后啊再投入使用。不知道这边的龙舟是不是都要把它沉到水里呢？前方呢又在施工了，应该不影响我的通行。
这一路上还是看到很多钓鱼爱好者手赶带鱼，希望今天他们有些渔获啊，不负他们等待付出的时间。来到了桥墩下面啊，稍事休息。对面呢，这是万祥学校啊，不知道跟那个蓝翔学校是什么关系。这一路骑过来啊，都是在狮桥水道的河边啊，感觉不错，只是呢太热了，就顾不得停留。直到来到了这个桥的下面啊，稍事休息。现在呢，我迎着太阳啊，就在四桥河道的边上这条河畔的小路上啊骑着。前面呢应该有一个南海古庙吧，以前也曾经去过啊，应该就在前方不远。今天呢，我打算啊，从这条四桥水道，然后连到前面的平山冲另外一条河道啊，骑行一段，然后呢，看看能不能找一条相对比较近的道路啊骑回去。因为呢，已经骑了起码1个多小时了啊，10几公里是肯定有了，再加上回程呢，今天应该是25到30公里，恐怕也不止啊，这样的一个距离。这点距离呢，本来是不在话下啊，但是呢，在这样的烈日底下骑行啊，确实是一番挑战。我也不愿意让自己的身体呢，在这种烈日下啊，过久时间的暴晒，毕竟呢，还是要预防啊中暑的可能。前方的那个仿古的建筑啊，应该就是南海古庙了吧。
我记错了，应该是南山古庙，不是南海古庙。竖着很多古色古香的旌旗啊。而这边呢是河道非常开阔的地方，在这边是最好的观览赛龙舟的地方啊。可惜这次端午节呢，我并不在广州，就没有办法欣赏1年1度的赛龙舟的比赛啊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赶路回家去啊。河畔的小路啊，太晒了，我还是骑回到路边的驿道上。四桥水道到了这边呢，就岔成了2条道啊，2条水道。如果理解的对呢，从这边开始应该就是平山冲了，沿着这条平山冲啊，再骑行一段。这边呢有几棵大榕树啊，在树荫底下呢稍事休息，看一看前方的路该怎么走。
看来呢，我的拐到一条村道里面去了啊。走着走着呢，走错路了啊！重新设定了一下导航，回到祈福新村天湖居附近的那个门呢，大概还有10来公里，大概需要50来分钟啊。那我们今天就以这条道作为我们最后的一段骑行道，骑回家去啊。天气突然转热啊，给骑行带来了小小的挑战。现在呢是在一处乡村啊，村道上面骑行。虽然呢道路也没有什么特色啊，但是呢右侧是一面山体，还是郁郁葱葱的感觉啊，叫南双玉村。原来呢，这边属于沙头街啊，前面的是沙头街南双玉幼儿园。现在这条路呢，就是他们那条环村路啊。
这边呢就骑到了大马路上啊，来到了鱼山西路上。这边有个加油站啊，到便利店里头去买一罐饮料去。好，在中油 BP 的加油站啊，买了2罐冻可乐，喝了几口冰饮以后啊，感觉还是爽了很多啊。那我们就继续沿着鱼山西路继续骑行。这条马路啊很漂亮，不够宽，单向4车道还是5车道啊？两边呢都有一些山体，使得这绿化有立体的美。左前方呢就是大富森林公园的一个门啊，有一回呢专门从这里面去骑行过，但是里面的行线路呢有很多限制啊，不是什么路都可以让你走，你必须要骑那些比较陡的坡道啊，因此我们就不走公园里面了。经过正对着大富山的横江村呢，继续在鱼山西路上骑段。
到了这边呢，我就自作主张一回了，就不走导航的路了。因为我记得呢，这里有一条路啊，可以走得通的。前方呢，就应该是修建中的莲花大道啊。但这条路呢，以前呢走的时候啊，就到一半的地方呢就断了，现在不知道修好没有。但是这条道上呢，很有乡野气息，所以呢，在农村田野当中穿行啊，我觉得值得再来骑行一回。而且理论上呢，这条道应该也是一条径道啊。这边呢也有很多的农庄采摘园，暑假应该会吸引不少家庭单位啊到这边来亲子游。相信呢，小孩子对这些农村的风物啊会很感兴趣。前方的一个大鱼塘啊，叫大富山悠然钓鱼场。只是天气太热啊，坐在烈日下垂钓的话呢，太辛苦。这条路呢有一大段的爬坡道啊，而且呢没有树荫。
到了这边呢，其实啊，前面那个楼呢，就是我们看到的，就在怡湖湾边上啊，正在起的一个交管中心。前几天还路过过，正在拔地而起。电箱呢是一个大的变压站。前面这些楼呢，都是怡湖湾的那些望湖的居民楼，就和祈福新村呢一墙之隔啊，起了这么一条马路。可惜呢，这边没有门啊，一定要去到更远的天湖居的后面，才有一个进乌村的小门。我相信应该有半年左右没有来过这条路上了。当时还在修建，只是铺了路面的这条马路，现在基本上已经完工了，就不知道最前面那段通了没有。刚刚呢，走了一条新建成的莲花大道啊。这条大道呢，直通祈福新村天湖居边上的这个后门。刚刚就从这个后门呢，骑到了天湖居里面啊。第一名啊！可是刚刚呢，发现啊，电池又不知道断在哪里了，所以进村的这一段啊，应该是没有拍到。不过也没所谓啊。总之呢，就是从鱼山西路拐到了已经修建好的莲花大道。虽然称之为大道，其实只有双向两车道啊。但是呢，是在一片农村的坡地上蜿蜒通过啊，景色相当不错。而且呢，整个工程应该已经完工了，跟我半年多以前来的时候呢，已经是完全不同了。所以呢，算是走了一条近道啊，节省了起码2公里的路程。现在呢，我在天湖居这个社区穿过。现在呢，骑出天湖居，顺着19号大街骑回家去啊。
今天没想到骑那么远啊，本来呢只是想出来骑一下，趁着天气预报说今天上午啊多云，没有太阳的32、3度的气温啊，觉得还是可以骑行。谁知道呢，骑到半道上啊就出了太阳，在太阳下呢骑了一路回来啊，我也不知道骑了多久，总之大概30来公里吧，但是呢感觉良好。奇怪啊，进了乌村的门啊，快要到家的时候，你看前方呢开始乌云密布了，天又转阴了，跟我开这个玩笑。也许下午呢还有下雨的可能。广州天气呢一向如此，夏天的时间虽然很长，经常呢也会热到35、6度，但是只要连续高温了1个礼拜，它就会通过几场的暴雨啊降温，让这个气温呢又回到31、2度，然后过些天呢又会进入暴晒的天气啊，周而复始。整个夏天呢大概就是在这样的一种高温天气、大太阳、下雨、阴天，接着继续大太阳，这么一个循环的过程当中，整个暑期呢还是炎热，但是呢也没有热到要人的命啊。所以你只要时机掌握得好，避开酷暑，尽量的根据天气预报或者呢早晚出门，应该还是可以进行室外的体育锻炼的啊。就像我这样的骑行。
果然啊，前方的天呢阴沉了下来，看来真的有可能会下雨啊。好在呢，我到家了啊。那我们今天这段骑行就到此结束吧。期待下一段骑行再与大家相会。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再见，拜拜。